中国2025年出了一个61号令，这个61号令上面写什么知道吗？所有要向中国申请稀土的国家和公司必须填中文表，表格用中文填写，不接受任何语言。牛逼吧？你敢想象吗？很多人说什么中国的方块文字不好学，全世界最好学的是英文，因为是字母文字。居然还有屌人说要把我们的汉字废了，我们大家以后学拼音就可以了，因为是字母文字嘛。汉字不好学，再说一遍，汉字不好学，现在必须用汉字填申请表，要不然就没系统。现在好不好学？好学了吧？所以哪个国家的文字最好学？谁强大谁好学。马来西亚那边出了个明白人，这人是谁呢？是马来西亚的前经济部长，叫拉菲茨拉姆利。他最近在自己的播客节目里那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直接给马来西亚全体国民泼了一盆冷水，或者说是打了一针强心剂。他说什么了？他说各位马来西亚的同胞们，赶紧学中文吧，谁要是现在还不学中文那再过个10来年，那就等着喝西北风吧。你听听这话说的，那是相当的赤裸，相当的直接咱们都知道，东南亚那片呢，以前是学英语的天下，是西方文化的后花园。可是这位前部长身为一个马来精英，竟然公开发出这种呼吁这说明什么了？说明天变了风向彻底转了。他有个核心判断听着呢，让咱们中国人心里面那个舒坦他说中国在未来的10到15年内全面超越美国，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到时候呢，中文将取代英语，成为全球知识交流和商业贸易的主要语言。这可不是咱们自己在这自卖自夸这是人家外国的前部长在那儿苦口婆心劝自己的老百姓呢。那这个事儿吧，它透着一股子历史的沧桑感和现实的紧迫感。今天我就跟大伙儿好好唠唠这位马来西亚的前部长到底看见了什么？那这背后又折射出了咱们国家怎样的兴衰轨迹？咱们得先琢磨琢磨拉菲茨他为什么这么着急。他在那个节目里呢，举了个特别扎心的例子。这个例子一出来我估计不少马来西亚家长心里面都得咯噔一下。他说假设您家现在有个5岁的小孩正在上幼儿园，那咱们按照这个老观念，觉得这个孩子只要把这个马来语学好，再把这个英语学溜，以后长大了进外企拿高薪，那是妥妥的金饭碗。这在过去几十年确实是这么个理儿。那英语呢，就是通往国际舞台的金门票。但是拉菲茨话锋一转，说等到20年后，这个孩子25岁了，该找工作了，那个时候的世界变了。那个时候中国可能已经全面超越美国了，全球最前沿的科技论文可能是中文写的，最赚钱的商业合同可能是中文签的，最高端的贸易规则可能是中国人定的。如果那个时候您的孩子只会马来语和英语，拉菲茨原话是怎么说的？他说那就真的麻烦大喽。这番话直接撕破了马来西亚社会长期以来的那个舒适区。以前他们觉得抱着这个英语的大腿你就能吃遍天下，现在人家告诉你那条大腿快不行了，新的大腿在东方。这不仅仅是找工作的问题这是生存逻辑的根本性变化。拉菲茨这是在用政治人物的敏锐度在给国民做前瞻性焦虑的辅导。他在告诉大家旧船票已经过期了，想登上通往未来的新客船，你得赶紧去领一张写着汉字的入场券。所以呢，拉菲茨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战略眼光的概念，叫3语社会。那什么叫3语呢？马来语那是根本，是国家认同，不能丢。英语那是连接西方的桥梁，还得留着，但是必须加上中文。这个3语不是简单的1+1+1，这是给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装上了3个维度的发动机。那以前呢是双引擎，现在必须得是3引擎，少一个都不行。拉菲茨这个人他确实是有点东西，他把这个事儿上升到了国运的高度。他看得很清楚未来世界的经济重心正在加速的向东转移，东南亚就在中国的眼皮子底下，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如果你马来西亚人不学中文，那这个机会就被别人抢走了。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悄悄的调整战略，把这个中文教育呢往上提。拉菲茨呢这是在喊话，咱们不能装睡了当这个世界都在向东看的时候，咱们不能还闭着眼睛往西跑
固守旧有的英语万能思维，那就是一种战略短视，是在拿下一代的前途开玩笑啊！这对于马来西亚的华裔来说啊，那是天然优势啊。但是拉菲斯这个话啊，更多的是说给马来族和其他族裔听的。他在告诉他们啊，学中文不是为了讨好华裔，也不是为了重守中国，而是为了你们自己的未来，是为了给你们自己增加一个最关键的能力维度。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那说到这儿，这拉菲茨还碰了一个马来西亚国内最敏感、最战略的话题——统考。只稍微了解点那边情况的朋友都知道，马来西亚呢有着除中国大陆、港澳台之外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就是那个华文独立中学。但是呢，因为这个政治原因，马来西亚政府长期不承认这个统考文凭。这个事啊，成了政客们手里的玩物。每到这个选举就拿出来炒作一下。那为了博取选票呢，把这个华文教育妖魔化，说是威胁国家团结。拉菲茨这回是真敢说啊，他直接把这种行为比喻成政治多巴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吸这一口，当时是挺爽的，觉得这个选票到手了，民族情绪煽动起来了。但是本质上这是廉价且有毒的。他算了一笔账，马来西亚40万华裔中学生，真正考统考的才9万人。就是为了这一小部分人，这政客们死死咬住不放，为了狭隘的政治利益，把整个华文教育体系拒之门外。拉菲茨痛心疾首啊，他说这是在自断双臂啊！你想啊，中国现在这么强大，全世界都缺懂中文的人才，马来西亚明明守着这么一座金矿，现成的华文教育体系，现成的师资力量，结果呢，因为这个政治内耗，自己把这个矿给封了，甚至要把这个矿给炸了。这不是傻吗？这不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吗？拉菲茨提出的方案是承认统考，拥抱华文教育。当然他也懂平衡，说在这个课程里融入大马历史观，确保马来语水平。但是背后的逻辑是通透的啊，学习中文不代表背叛马来西亚，相反，这是在武装马来西亚的下一代。这一段话啊，那说的是掷地有声啊。他是在告诉那些政客，别为了这个眼前的几张选票，把国家的未来给卖了呀！谁对中国的影响力视而不见，谁就是在拿自己的未来开玩笑。听完拉菲茨这些话啊，我这心里头啊，不仅仅是解气，更多的是感慨啊。曾几何时啊，中文，咱们的汉字啊，那是被当作落后的象征。那个时候呢，一个中国人，你要是精通中文，没人搭理你。你要是能说一口流利的洋文，那就是高等华人，就是买办，就能吃香的喝辣的。那个时候的南洋华工呢，是被当作猪仔卖过去的。那个时候的教育啊，那是西方的天下。咱们的文化在人家眼里那是酱缸文化。可是现在呢，满大街都是中国的手机，满铁路跑的都是中国的火车。你要是想在这个环境里混得开，不懂中文，那就是睁眼瞎。我也看出来啊，这不光是马来西亚，整个东南亚，甚至中东、非洲，现在啊都开始掀起了中文热了。沙特把中文列入了必修课，泰国啊满大街的中文招牌，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不是傻子呀，大家都知道跟着中国有肉吃。这就像咱们以前做生意啊，都要学这个广东话，因为那个时候广东老板有钱呀。现在呢，全世界都得学普通话，因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谁拒绝中文，谁就是拒绝机会，谁就是拒绝未来。你猜这个事儿出来，西方那些媒体会怎么说啊？肯定又是什么中国威胁论，什么文化入侵。我就笑笑，只许你们把这个英语啊像病毒一样的传遍全世界，强迫我们学了几十年，就不许我们中文稍稍露露脸。这叫什么强盗逻辑啊？但是不管他们怎么酸，怎么叫唤，这个趋势挡得住吗？挡不住。今年两会期间，我们国家的王毅外长回答记者问，用中文回答，回答完了以后，按照国际惯例，按照以前的惯例，要翻译成英文。今年这个环节省了，也就是不翻译成英文。下一个问题，中文讲完结束了，结果下面坐的一票的西方记者全懵逼了，翻译在哪里？说了个啥？没听明白。这就是告诉全世界，以后不懂中文的记者干嘛？别来！听懂了吗，各位？现在再问一句，中文好不好学？现在好学了吧？现在很多国家像沙特规定什么？中文是学生的必修语言，和英文一样，一个星期至少要上3次课。所以各位好好练普通话，中文会越来越美。
咱们中国现在的底气不是靠吹出来的，是靠干出来的。拉菲茨就是看懂这一点，他不愿意马来西亚被锁在英语圈这个旧世界笼子里，他想让他的国民跳出来，看看外面的新天新地。我就想问问那些还在死抱着英语优越感不放的人，哎，你们累不累啊？这就好比是大清亡了，你还留着辫子呢。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时代变了，虽然现在全世界都要学中文了，但是咱们自己可不能骄傲自满，更不能把老祖宗的东西给丢了。咱们得把这个中文学得更精更透，因为以后这就是咱们行走江湖的独门兵器。那听到拉菲茨这番话，作为中国人，我心里是真痛快啊！这不仅仅是因为中文牛了，更是因为咱们的国家牛了呀！是国家强，语言才强；是腰杆硬，说话才响。咱们这一代人呢，见证了中国从被人看不起到被人平视，再到现在这样被人家当成未来的方向，这个心里头能不热乎吗？能不自豪吗？未来10年、15年，你就瞧好吧，那个时候的中文可能比现在的英语还管用。到时候咱们走遍天下，只要张嘴说一句你好，全世界都得给咱竖大拇指，回一句你好中国。这就是大势所趋，这就是人心所向。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